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早餐不要吃包子油条了，今天分享个难早餐的做法，用2个生馒头，简单一做，2分钟出锅，出锅外酥里软，营养又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2个昨晚吃剩下的馒头，这个馒头呢一定要放冰箱冷藏1晚，这样方便切。把馒头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馒头丁，也不用切得太碎，像视频中这样的小方块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边倒200毫升的纯牛奶，再取一块馒头，把它放牛奶的碗中，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牛奶，这样做出来会更加的酥脆好吃，而且还有一股奶香味。裹好牛奶的馒头块给它取出来，再准备一个空气炸锅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把馒头块放到油纸上，剩下的馒头用同样的方法给它裹上一层牛奶，然后放到油纸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好后，再放到空气炸锅中，180度先烤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取出来看一下馒头块上面这层已经烤成这种金黄色了，再用筷子翻一下面，每一块馒头都给它翻面，因为馒头块的底部没有烤到。全部翻好面以后，再放回空气炸锅中，再用180度烤10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烤至金黄。10分钟后我们取出来看一下馒头块表皮变硬，变成这种金黄色，说明就可以。再把它倒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红椒，把红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红椒对半切开，把红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辣。然后把红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红椒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个青椒，把青椒蒂切下来不要了，再把青椒对半切开，把青椒籽去掉，这样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辣。然后把青椒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青椒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个洋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取半个洋葱，先给它切成细丝，切得越细越好。最后再切成洋葱丁，也是切得越碎越好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根火腿肠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取半根火腿肠，给它分成2半，再切成细丝。最后再切成火腿肠丁。切好后放入盘中，接着再准备4个鸡蛋，鸡蛋的量呢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把它倒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1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用筷子搅散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。搅散后先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火腿肠丁放入锅中，给它翻炒1分钟，把火腿肠丁炒香。火腿肠丁炒香以后，再把馒头块放进来，再给它翻炒30秒，把馒头块炒入味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
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馒头块炒至这种微微发黄就可以，然后关火，再把红椒丁均匀地撒在表面。撒好后，再撒入青椒丁，也是均匀地撒到馒头的缝隙中间、馒头表面。最后再撒上洋葱丁，这样吃着呢会更香。均匀地撒在缝隙或者是馒头上面都可以。撒好后，再用铲子给它稍微整理一下，给它整理平整，然后再倒入刚调好的鸡蛋液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淋进来，哪里没有蛋液就往哪里倒，全部倒进来以后，晃动一下锅，让鸡蛋液摊平摊均匀，然后开中小火先给它煎2分钟，把鸡蛋液煎至定型。2分钟后我们来看一下鸡蛋液的底部已经定型了，晃动一下锅，防止鸡蛋粘锅底，然后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翻一面，再给它煎2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定型。2分钟后再利用一个盘子翻一面，看一下两面煎至定型，变成这种金黄色，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撒一些黑芝麻点缀一下，最后再撒点葱花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案板上，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。我呢给它切成了3角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馒头鸡蛋饼就做好了，颜色金黄，有葱花和黑芝麻的点缀，简直是太有食欲了。咬上一口，外焦里嫩，香酥爽口，太好吃了。孩子遇到这款好看又好吃的馒头鸡蛋饼，一定会馋得口水直流。鸡蛋与馒头丁的完美结合，一口下去，香软中又有馒头丁的酥脆，口感特别丰富，难怪孩子说比披萨都要好吃。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都很不错，早餐别犯愁了。如果你家里冰箱正好有个剩馒头，明天早上不妨这样做着试试看，记得全程要用最小火就行了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